他这个视频啊，第一个是就是摆速了，刚才咱们说，第二个是正手走位接反手弓。这位朋友，你的这个动作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接受，你的步伐感觉相当好。要不是这个，否则你根本就没法连续打下去，因为你下面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横板运动员的，其实包括现在直板横打，这个正反手的交替进攻，就是我们简称这个摆速，这个能力是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实力的最重要的一个体现，没有不练的。而且从刚一开始打球一直练到退休之前，这摆速要天天练，不管你怎么变化，什么接了正手走位，接完了接摆速，或者抢攻完了之后，正手抢攻完了之后接摆速，反手抢攻完了之后接摆速，不管怎么接，它到最后相持的时候都会产生这个问题。因为什么？越高水平的运动员，他越不会只打一条线，对不对？需要变现的，一变现就产生了交替进攻的问题。而且我们现在说的主要是近台技术，就是说我现在啊跟你谈的主要是正反手交替进攻如何练习，以及如何逐步的提技术上的要求。首先练这个交替进攻啊，练摆速要解决的是重心交换和板型交换。重心交换主要依靠右侧的腰胯来引动，因为这个练习用的都是垫胯部嘛，我们也可以称为并步。因为你是右手运动员，是吧？左手的运动员就靠左侧的腰胯来引动。板型的交换是要在完成前一板击球之后，不要马上一下就拉回到离身体很近，不行，要在身前台面上用手腕和手指来进行的，因为这样动作幅度最小，反应是最快的，也是最合理的。击球时间，正反手技术肯定是动力机制结构是不一样的，几乎不可能在相同的时间打到球，就是你在同一个站位的情况下。但是训练中必须力求正手击球和反手时间近似，不能相差太多，否则正反手的几乎你们无法交替使用。击球位置，这是与击球时间有直接关系的。所谓击球位置是什么？你比如说横板，咱们举个例子，一般人啊，还稍微练过的人，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？反手早，正手晚，反手那击球点和正手的击球点会差出几十公分以上，甚至有的人，这个距离不能相差过大。就是前后的击球位置前后，你比赛时候根本就没法使用了。咱们刚才说了，我们说的是近台技术啊，对不对？具体到你的问题，第一，你的交换板型过于贴近身体了，尤其是你正手击完球之后，一下先把手前臂就引回到距离身体很近。第二，你手腕手指的使用的不够。有没有交换板型？有，但做的很不够，导致你的动作变形了，是吧？尤其你这反手技术啊，为什么说它变形呢？你可以看看你这视频，现在变成了翻着球板来打球，连平挡你都无法做到了，是吧？你这翻着球板打球，近台你根本谈不上加旋转了。第二，你的正反手击球时间是反手早，正手太晚了。晚到什么程度？看你这个视频你打摆速，我不用眼睛看，我听声音就知道是错的，那个节奏就是错的。还有，因为你这第二个计划是正手走位接反手弓嘛，你这个正手走位接反手弓的时候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？你的第一板正手啊更晚，第二板啊比第一板啊时间早了点。为什么呢？你是要从正手回到反手位的时候，你要用反手打，所以说你那个站位啊从后往前挪了，走位的第二板比第一板早了。我的办法是，你想办法，第一，在解决好交换在身前台面上交换板型的这个环节之后啊，你适当把反手挥拍的那个动作呀更迎前一些，动作幅度适当加大一点，然后打完了反手之后，移动步伐的时候一定要平行移动，要兼顾一下正手的击球时间。开始时步伐尽量不要前后移动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让你用多球练的一个原因。三，击球的位置，由于你的这个击球时间差异过大，
击球位置同样相差过大。近台的连接技术，就是对方也是在进攻，对不对？你练习的时候，对方给你打，其实我们说的是这是相持啊，对方也在摆速啊，也在使用进攻技术啊，这是近台连接啊。如果在那个时候速度、旋转力量都有的情况下，对方的击球啊，你比赛时候是无法在正手交替进攻时呢，步伐还要不停的前后移动，你想想看可能吗？在近台的时候。是吧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能慢下来，用多球练习的原因。你的步伐能力是相当的不错的，是吧？这些细节你要注意的是可以很快提高的。